鑫哥，咱这样不好吧？他可是警察。我知道，警察有事我。我是应该叫你孙鑫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你逃不掉的。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是，你早就他妈该被毙了。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是个人渣！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夜总会发生了什么吧？我给你看看。滚！你把他滚！怎么了？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你个王八蛋！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出一次警。我会去自首的。哥，警察来了，快跑！追孙鑫！上车。人呢？哎，我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我怕他们人跑了。要紧吗？没事。人呢？让他给跑了。我们周围都布控了，人跑不了啊！何队，咱们今天出进几台车啊？就2、4辆，都在这儿了。上车，追他，跑！去哪儿啊？带你去自首，妈跟你一起自首。前方车辆上了启蒙路，前排车拦截。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郑旭，哎，那辆车什么情况？不知道哪来的。我去！孙兴，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孙兴，把枪放下！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都冷静一点。和队伍去吧。不行，太危险了。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你小心一点。我去跟他周旋，您找机会。孙兴，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雪放了。李浩别过来！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过来，过来啊！别过来！我开除你了。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是我死在你面前你会难过，还是他死在你面前你会更难过？狗恨你干什么？可我不是已经死了吗？啊！去自首吧，孙兴就可以活下来，或者你可以开枪，我陪你一起死。我听你的。别过来，他想自己投案。他要自首。
没事吧？快，去救护车！这是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走吧。你是卖萌吗？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梅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了吗？这个人，你见过吗？我见过，在什么地方？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高明远。这个人你见过吗？他们，我父母的死跟他们有关系。
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我知道，我逃不掉的。先说说高明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人。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他是爱我的。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当时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我们找了告发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你们是怎么运作的？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庭的庭长陈波寻回了150万。我和陈波在高贺2审审理中，这审理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2审审理中被改判为死缓。死刑之后，我们争取到4缓。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高明远又通过我向
中江省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即便有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后来又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这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何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和组织对我的培养。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3级警监，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是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这是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何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1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而这10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进了高明远的家里。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担任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的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恶劣影响。
书记，书记，吴天泽当年帮助高贺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贺的制免服刑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请您过目。这个时候见面，知道风险有多大吗？可你还是来了。说吧，什么事儿？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我再提醒你，这是这10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回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行，我知道了。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2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关于林汉的事，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自立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说医院没有这个人。更关键的是，他说麦子里看到高贺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高明远的。老林啊，你觉得麦子立的话可信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跟麦自立有亲戚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所以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我查了，这辆车在高明远的名下，高贺传说中的生父。老林啊，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想先跟你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证明一点：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把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声张的好。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好。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至于麦自立，他看错人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林汉被杀的经过，你知道吧？
高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是的，高美也要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汉的30万是连了号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于林汉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所以李成阳就脱掉了警服。是的。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从此高贺成了孙兴。他为什么支持你杀麦子利？15年前，我在雨花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复科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当时我们谈得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他说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后来高明远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一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高美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啊，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利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个工程有质量问题，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然后呢？然后高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利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的？我觉得高明远就想除掉他，也就是杀了麦子利。你当时怎么想的？我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远不断地对我施压，说麦子利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些事说出去，我至少得判5、6年，前途也全毁了。可杀人是死罪啊，判5、6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我当然想过。
但是高明远呢，跟我保证说我没事儿，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在绿藤确实神通广大，而且这人呢言而有信。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里。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里吗？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渡过几次麦子里，也动过手，拿着油漆泼过麦子里的家门，但是他不知道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里。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我就拿了把锤子砸他的后脑勺。什么锤子？我怕铁锤见了到处是血，就用一把橡皮头的锤子。这过程当中，马帅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我会那么做。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里已经断气儿了。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远打电话。高明远告诉我别慌，让我们用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然后运到当时我们正在施工的一个路段，那儿有辆白色的面包车，放进后备箱，我们就别管了，就装作什么事没有，回家睡觉。后面的事他来处理。什么牌子的汽车？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车牌号有印象吗？没有车牌号。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老师，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聚齐，让他自己辨认，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主动的说出来。可以，高明远，现在所有的人证、所有的口供都指向了你。这呢，有2份文件，是董耀和陈建波的供词。他们都共同指认你在14年前分别指使他们谋杀麦自立以及掩埋尸体。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自立4个人？麦自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那我就再回答一次，麦自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办案不是应该讲究动机吗？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啊？梁祖同志审了好几轮了，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子利之案之后，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老师，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我听坊间传，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八通大厦，那就是他们绿藤市的黑恶势力代表。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那我们就帮百姓把这座大山挪开。郑一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朋友，这里是绿藤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八通大厦的爆破拆除过程。目前爆破还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说明大家对于此事是格外的关注啊。刚刚呢，我们询问了施工方，今天爆破之前将会有一次发言。那今天发言人的身份对于这次施工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好，我们看到发言人已经到达现场。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勇，省公安厅915专案组的组长。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炸一座楼跟你们公安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有关系。
我举报的，那一定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在绿藤市流传着一句话：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今天，为了让大家放心，为了让大家能看见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在我身后这座立了10年的、代表着黑恶势力的烂尾楼，将在你们的面前土崩瓦解。另外呢，我也受到领导们的委托，我代表省公安厅，代表专案组，代表中央督导组，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有一起查一起，有10起查10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好。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举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它所代表的黑恶势力，它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随着八通大厦的轰然倒塌，群众中支持扫黑除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举报信、举报材料和举报电话，如同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中央督导组迅速对相关的涉案信息进行分类与汇总，并以此摸清了高明远犯罪集团的组织脉络与成员关系。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14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法律，将死刑犯高贺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兹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发生。在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但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兹利的尸检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指使他人杀害了麦兹利。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藤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兹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进行提审，有人怕马帅将麦兹利和林汉的真实死因交代出来，更怕他交代出与黑恶势力有关的证据，所以指使了看守所里的厨师张同生投毒将马帅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收买了法医宋涛。对于这些，薛梅的尸检报告和陈建波的供词都可以证明。宋涛还说了，他当年就是受你的指使，将林汉的死因伪造成了酒驾坠江。对于这些，你承认吗？根据我们调查，
马帅死后，有人害怕李成阳从董耀和陈建波那里查出真相，所以用董耀的家人去威胁他，让董耀去纪委诬陷李成阳涉黑犯罪，还派人去杀陈建波灭口。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另外，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这个秘密，于是派人去灭口，这些都是你所做的吧？妈呀，这故事还真是不少啊！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他的汽车没爆炸，爆炸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带走了。而且他办你这么多年，涉黑涉恶，贿赂官员，很多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马帅的死，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高明远，郑义红知道的太多了，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扫黑办的同志们以高贺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地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在这儿，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赵书记，来，周组长，经过梳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明远涉及内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早就是串成串、连成网的。啊，没错。高明远再怎么抵赖也没用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来绿藤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介书生单枪匹马，成不了事。还有人说，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不务实。没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质疑我的人相信，在这里。王正同志，我们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请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作，我们此次在绿藤市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工作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子里，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的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骆组长，哦，来了。督导组马上就要离开绿藤了啊，我们过来跟你道个别。感谢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给予了中央督导组全力的配合。骆组长，你又客气了。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能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好。里根同志啊，我们走了以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您放心，也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好。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对我省展开了为期1个月的督导。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时间差不多了，找地儿坐吧。这风衣适合你。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本院审理查明，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洪、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事实54起，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全体起立。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岭、贺云、胡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洪、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小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是林浩吗？我是驻局纪检组的，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好，谢谢啊。没事。林浩，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和一个父亲对你的爱。对不起，多希望这些痛苦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现在，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还有这儿。我想见见我母亲。见不到，她在服刑。他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他不恨你，是他害了你，但他无法原谅你。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没了，没了。你还想听什么？孙兴，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我就真的死了。对，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
求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前2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1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人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是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耗子，正是有许多像你爸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警魂永在，英魂永在。哎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和宝宝都想你了。哎呀，回，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嘛，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先挂了啊！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哎，不是，这哎呀，这没人，哎有哎，杨叔在旁边，这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哎，说句话呀，杨叔。杨叔说句话呀，杨叔！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哎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哎，黄鑫，别蹦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叔，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好。不过叔，林浩我可交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为您试问啊。行，你这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好嘞，叔。好，办完事给你打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拜拜。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什么个人问题？情感问题啊。没有情感问题。你这些老大不小了，
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给你介绍一个。谁呀？谁？你不知道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个。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啊。欢迎光临小鱼馄饨。欢迎光临小鱼馄饨。豆沙馅馄饨有吗？可以打包带走。原来你是警察。